我们在第6集时跟大家聊过，安和乐业且充满艺术与活力的麦诺安文明，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很突兀的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迈锡尼文明，崇尚武力与现实的迈锡尼，在特洛伊战争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多利安人开始往南迁徙，征服并且烧毁了许多城市，使得希腊半岛走向黑暗时代。没有看过的人，或是已经忘记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先回去看一下哦。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大约在西元前1000到800年左右，希腊半岛走向原始的生活形式，就连知识或文学的传播，也只剩下在各个村落间流浪、吟唱诗歌的吟游诗人。直到黑暗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人把这些传唱的诗谣汇整成完整的诗篇。而其中最重要的2篇，则是《伊利亚德》与《奥德赛》，也就是所谓的荷马史诗。也多亏有这2篇重要的史诗流传下来，我们才能对黑暗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有更多的了解。那个时期没有国家，只有一个个的小部落，部落的酋长也没有什么统治力哦，平常也要跟其他人一样下田耕种。不过在作战时，他却要跳出来指挥军队，并在祭祀的时候主持典礼。虽然比其他人多做了很多事情啊，但他却没有任何报酬可以拿。既然酋长没有统治权，那是不是有领导群体或是政府机构呢？答案是也没有。虽然有些武士或贵族的小群体，但成员并不是固定的，而且也不会定期召开贵族会议或者是武士大会之类的会议。甚至几十年都不开会，也完全没有问题哦。虽然说社会分成贵族、平民和仆役，却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分。贵族并不会轻视耕作的平民，战败被俘虏成为奴隶的仆役也不会受到虐待。基本上没有太细的职业分工，每个家庭都自己制作工具，编织自己的衣服，并耕种自己的粮食。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没有商人，商业行为顶多是以物易物。或许是受到这样扁平化的社会影响，这个时候的希腊人对于神的观念也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或遥不可及。与其说是神，不如说他们是一群住在希腊北方奥林匹克山上的超人。他们有7情6欲，会生气，会吵架，不仅有弱点，甚至还会跟人类混居，并生儿育女。这样的多神信仰，包括雷电的主宰天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冥王黑帝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希腊人可以消除对于自然界种种神秘的恐惧。毕竟神有喜怒哀乐，既能行善，当然也可以作恶，所以地震、海啸等等都是神的杰作。不过这样一来，是不是宗教或祭司就取代了酋长或贵族武士，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呢？当然也不是。希腊人可以自由选择要信仰哪一位神祇，而祭神的目的是为了取悦神，让神高兴，神就会给予对应的回馈，有点像是等价交换的概念。因此，这样的祭祀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祭司，也没有什么仪式，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对神进行献祭。而甚至连庙宇也不是祭祀的场所，只不过是神偶尔会休息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呈现一种平等、乐观而且自由的风气，使得黑暗时代结束后，继续影响着希腊各地的文化。在西元前800年左右，原本的小型村落因为贸易逐渐兴盛，渐渐扩大成大型部落。再接着，贸易市场的周围盖起了围墙。防御性的围墙出现后，部落社团因为人口变多，开始有更严密的组织，也因为对外贸易，让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字。随后，希腊各个大大小小的城邦也就诞生了。希腊本土上有雅典、底比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斯巴达、科林斯，小亚细亚沿岸有米利都。爱琴海岛上则有米提里尼和萨莫斯等等。一开始各个城邦多半都是君主制度哦，而最先的文学与艺术的领导者则是科林斯。接着过了大约100年左右，到了西元前7世纪，斯巴达开始转强。不过米利都的哲学与科学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最先进的城邦。
又过了100年，到西元前6世纪左右，因为地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大地主的实力超越了君主，于是便推翻了统治者，把权力赋予给议会，让民主政治开始渐渐萌芽。不过很快的，随着人口的发展，各个城邦发现耕地开始不够用了，于是柯林斯、米利都等城邦都纷纷向外扩张。他们拓展到爱琴海沿岸、意大利，甚至在埃及与巴比伦都建造了贸易中心。也因为这样向外扩张的行为，让商业贸易更加兴盛，使得商人、工人以及农民的势力跟着日益庞大。最后，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被大地主所把持的寡头政治，这样阶级动乱与对抗，使得各种政体轮番上演，从君主制度到寡头政体，再到独裁政治，最后平民的经济与政治意识逐渐提高，才让民主制度得以建立。整体而言，从黑暗时代结束后的西元前800年，到希腊各个城邦开始兴盛的西元前500年，我们通常称为古风时期。这个时期，每个城邦的文化都不太一样。我们以2个最具代表性的城邦来进一步跟大家聊聊。首先，当然就是斯巴达。起初，在西元前9世纪末期，多利安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了拉戈尼亚地区。接着，他们又决定征服美西尼亚平原，以获得肥沃的耕地。不过，在西元前640年，美西尼亚人发动叛变，这场叛乱让斯巴达人差点被推翻哦，使得之后斯巴达人的各种文化与制度都深深受到影响。斯巴达社会分成3种阶级，统治者阶层是斯巴达人，接着是一些曾经与斯巴达结盟或是自愿接受斯巴达统治的边民，而最底层则是被征服的美西尼亚人，他们沦为农奴，并被称为希洛人。斯巴达人看似凶狠又强壮的外表，其实内在却害怕希洛人再次反叛，所以他们不敢继续向外扩张领土，生怕军队前脚一走，身后的希洛人就开始动乱。因此，斯巴达才会走向保守封闭的军国社会。同时，这当然也跟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在东北与西部都是高山，又没有优良港口的情况下，使得斯巴达人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斯巴达有2位国王，主要负责军事与祭祀，而负责监督的则是议会。议会由国王与28位高龄的贵族所组成。他们不仅作为审判法庭，还会起草提案给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由所有成年的公民所组成，他们会决定是否通过议会提交的草案，并选出国王以外的所有公职人员。看起来议会与公民大会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真正的权力其实是掌握在5人执政团的手中。他们控制着教育与财产的分配，并主持议会与公民大会，对于立法还有否决权，甚至在出现恶兆时还能够罢免国王。因此，我们可以说5人执政团也就是政府，换句话说，也就是寡头政体。边民虽然无法参与政治，但其他方面却很自由哦。反观底层的希洛人，因为斯巴达人生怕他们再次叛乱，所以常常虐待他们。那么一直被欺负的希洛人难道不想造反吗？当然想。不过有2个原因让他们很难推翻斯巴达人的统治。首先，第一个是财产。身为农奴的希洛人可以保留一部分土地所生产的东西作为个人的财产。第二，斯巴达人从7岁开始就得接受军事训练，不停锻炼武艺与学习战斗技巧，并从20到60岁都在服役。虽然成年后可以结婚，但多半没有家庭生活，婚姻不过是为了生育下一代而已。男性基本上都住在军队中。在这2个前提下，希洛人实在很难推翻斯巴达的军国社会。真的能够跟斯巴达这种全体公民投入军国机器里运转的城邦抗衡的，也就只有雅典了。跟斯巴达不同的是，位于阿提卡地区的雅典，起初不是透过武力征服占领的，也没有种族冲突。除了农田肥沃以外，他们还有矿产与优良的港口，让雅典能在商业贸易上有良好的基础。
西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跟其他城邦差不多哦，也是透过君主制来统治。不过，随着商业的发展，过了100年左右，资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身上，如同前面所提的，地产集中让大地主的权力与经济实力超越了君主，所以渐渐的，贵族议会便取代了国王，获得了政权。再加上葡萄与橄榄传入了雅典，这种经济作物虽然价值很高，但却需要很长的经营时间才能够获利，这让农民很快就负债累累。但如果改回去耕种粮食，却又不划算，因为贸易的发达，让雅典能透过进口的方式取得更便宜的粮食。以上种种都让农民过得越来越困苦，最后他们破产后就只能沦为农奴。而这种民怨经过不断的累积，便酿成了改革的声浪。西元前594年，梭伦被推举出来为行政长官，负责进行改革。首先是针对农民的部分，他取消了抵押契约，废止债务奴隶的存在，并限制每个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再来是政治的部分，主要有3点：第一，建立新的400人议会，并允许中产阶级参加；第二，下层阶级也有公民权，并能够参与公民大会；第三，有全体公民选出官员组成最高法院。光是听到他限制每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就知道这个改革不太可能成功了。贵族们被剥夺太多权利而愤怒，底层又因为无法担任官员而不满。这样的混乱与动荡，让具有人格魅力的专制君主重新上位取得政权。因为人们总是在绝望时，希望能有位英雄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但偏偏我们也都知道，君主制的缺点就是太过仰赖个人的能力，而后继者又往往都没有开创者的雄才大略。因此，雅典的君主制不过传到第2任，在西元前510年就被贵族们给推翻了。接着又是各个派系冲突不断的2年，最后不知道是雅典人受够了混乱，还是终于愿意认清事实。总之，一位开明的贵族克里斯提尼再度出来推行改革，而也因为这次改革的成功，让他后来被尊称为雅典的民主之父。克里斯提尼扩大了公民的数量，让更多人享受到参政权，并成立新的议会，负责草拟提案与行政管理。议会的成员则是由抽签决定的哦。抽签你能想象吗？只要是年满30岁的公民就有资格被抽中。此外，他还创立陶片放逐法，只要出现具有独裁野心的公民，在经过投票后就会被放逐10年。到西元前461年左右，雅典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由公民大会票选出10位将军，组成委员会，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10将军不仅是军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雅典的立法与行政官员。另外，司法制度也有所改善哦。先从全国抽签抽出6000位公民，再组成人数不等的大大小小陪审团，而每个陪审团就是一个法庭的法官，透过多数决来审判每个案件。雅典这样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完全信赖公民的体制哦，不仅绝对服从多数决，而且透过公民直接治理，而不是现代民主这种代议制度。但雅典式的民主也是有不足的地方，像是他们有参政权的公民中不包括女性和奴隶。此外，立法与司法都要透过表决的方式执行，就会比较没有效率。而为了说服其他人，政治家自然也就会不停的演讲或诋毁对手。更可怕的是，还会发生多数决的暴力，像是苏格拉底就是被500位陪审团透过多数决判处死刑。这样效率低落的政体，真的能够使国家走向富强吗？很快的，雅典就会透过2次大型战争来验证他们的国力。首先，第一场大战就是在西元前490年爆发的波西战争。当时的希腊城邦惹怒了波斯帝国，于是波斯便派出大军攻打希腊，而雅典人一肩挑起抵御波斯人的重责大任，并陆续打了几场辉煌的战役，并在西元前497年取得胜利。关于这场战争之后，我们讲波斯帝国的时候，会再更详细的聊一下。
接着第二场大战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西元前431年爆发，到西元前404年结束。这场战争可以说是雅典和斯巴达爱恨情仇的终极武力对决。爱应该是寥寥无几啦，恨倒是多到溢了出来。不过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各个城邦发现耕地开始不够用了，于是科林，哇，机关了。Hey, how are you doing? 哦，是啊，好，没关系，没事。从权力好了，把权力给议会，好，把权力赋予给议会，让民主政治开始渐渐萌芽。到西元前461年左右，雅典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由公民大会票选出10位将军，组成委员会，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再次。